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适度健身吸引异性，过度健身吸引同性。今天我们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就因为健身过度，点燃了丈夫的罪恶之火。故事还得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韦瑟福德市说起。在当地一个小镇上，住着幸福的一家人，丈夫名字叫做詹姆斯·克雷格·凯拉，出生于1963年。他有一个名为凯伦的妻子，两人一直是朋友圈里的模范情侣和恩爱夫妻。根据资料，詹姆斯是在就读大四时遇到了凯伦，当时凯伦还是刚到大学报到不久的新生。詹姆斯表示，那天下午自己刚好在学校里闲逛，逛着逛着就被一个女孩吸引了，而这个女孩就是他未来的妻子凯伦。在荷尔蒙的怂恿下，詹姆斯以热心学长的借口给这位大一学妹当了一次免费导游，几公里的路程友好，只需要一杯星巴克咖啡。慢慢的，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从校门口作为起点，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不久，两人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艾米丽。到了1999年，丈夫詹姆斯拿到了当地水利部门的 offer， 成为了政府管理人员，朝九晚五，薪水丰厚。这种羡煞旁人的公务员工作，丈母娘看了都得在别人面前夸下自家女婿。工作稳定后，詹姆斯在当地购买了一套房子，并先后生下了小女儿劳伦，还有儿子肖恩，家里也变成了热闹的5口之家。不但父母很出色，詹姆斯家里的3个孩子也非常优秀，不但继承了父亲在理科上的聪慧，又延续了母亲音乐艺术的细胞，非常喜欢音乐，每次和邻居聚餐时总是喜欢唱几首，后来还和音乐爱好者组建了一支小乐队。除了事业上的成功，詹姆斯夫妇与周围邻居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妻子凯伦经常邀请邻居到自家院子里聚餐，还经常帮助有困难的邻居。家庭、事业、财富，没有一个邻居不羡慕詹姆斯夫妇的成功。可就是这样和谐美满的表象背后，却存在不为人知的隐情。在后来的某一天，凯伦致电自己姐姐，在电话中，她倾诉了自己真实的婚姻状况。凯伦告诉姐姐，自己和丈夫刚结婚时，一切都很正常，可后来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丈夫詹姆斯就完全变了个人。例如，他规定我必须在几点之前回到家中，还要求我定时报告我和周围人的交往，尤其是与身边男性的来往。在生活开销上亦是如此，每次我到外面买了东西，他都要看小票，即使家里的收入非常的宽裕。那听到妹妹这些话，凯伦的姐姐是一脸震惊。当初那个无比痴情的妹夫，现在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不但如此，凯伦还表示，丈夫现在有个非常另类的生活习惯，要求自己每天晚上8点必须准时和他在床上过性生活，甚至有时候还不惜闯红灯。总之，丈夫詹姆斯在家里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带有定时器。凯伦说自己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被迫答应了丈夫的一切要求，但随着自己的让步，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以前感觉最多的也只是被束缚，而现在却有一种可怕的窒息感。凯伦的姐姐表示，这年头，女人千万不能过度依赖或者顺从男人，有时候你越是让步，这些男人就越不给你好脸色。在姐姐的建议下，凯伦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在白天时3个孩子都在学校学习，所以凯伦并不是很忙。在一次偶然机会中，她决定利用白天的空闲时间去住所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虽然健身房的会员费对丈夫的年薪来说就是9牛1毛，可是在她极强的控制欲面前，这笔费用简直是重于泰山。凯伦本以为丈夫会反对自己去健身房锻炼，不过让她惊讶的是，丈夫竟然同意了。只要她按时回家照顾孩子，那都不是问题。当然，会员费得由凯伦自己搞定。由于结婚之后就变成了全职家庭主妇，所以凯伦并没有工作收入，加上平时的生活账单都是丈夫支付的，所以凯伦惊讶地发现，
自己一时之间居然连比健身房的会员费都凑不齐。为此，他只能利用自己的厨艺向社区邻居出售自己烘焙的面包等食物。很快他就解决了会员费的问题。也许凯伦是把从丈夫那里受到的气全部撒在了健身房里，所以很快她的身体素质便提了上来，肚子上的赘肉也是越来越少，身体的曲线呢也是越发明显。一段时间后，凯伦甚至还被聘请为健身教练，开启了自己的私教生涯。然而，正如小圆在开头中所说到的，健身过度往往会吸引同性，而凯伦就是如此。有一天，在健身房里，凯伦遇到了桑尼里斯，健身房里另外一位私人女教练。从那以后，他们经常一起锻炼，交流彼此的健身心得，后来甚至还发展成同性恋情。凯伦的姐姐告诉记者，她认为妹妹和桑尼的关系并不是同性恋，妹妹凯伦只是刚好遇到了一个关心她而且不想控制她的外人，妹妹只是在情感上对桑尼产生了依赖。但俗话说得好，纸是包不住火的。凯伦知道她必须向丈夫坦白一切，而在正式开口之前，她已经接受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丈夫实在无法接受，那就只能分居或者离婚。不过令她震惊的是，丈夫似乎一点都不介意，他甚至还鼓励妻子继续保持和同性伴侣桑尼的关系，这让凯伦觉得非常的震惊。要知道，对于有变态控制欲的丈夫，在这么大的事情面前，丈夫居然表现得如此随意。而另外一边，获悉女友丈夫的态度后，桑尼也是非常的开心。白天时，两人在健身房里一起挥汗如雨，晚上回家后则继续纠缠不已。就这样，两人过了一段无羞无臊的生活。可没过多久之后，让凯伦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天，凯伦从健身房回到家后，她看到丈夫一脸严肃地坐在客厅里，当着妻子的面，丈夫詹姆斯说道：“你欠我一个人情，你必须为我做点什么。”一时没反应过来的凯伦觉得很奇怪，什么鬼？我欠你什么人情？那你每天给我那么点积碎的钱，根本就不够支撑家里的日常开销，为此我还得拼命向邻居销售蛋糕赚点钱，包括健身房的会员费，全都是我自己解决的。说我欠你人情，我看你是喝多了吧。面对故作神秘的丈夫，1万只草泥马在凯伦心里奔腾而过。看到妻子的反应后，詹姆斯就用带有威胁的语气说道：“首先，我花钱买了这座房子，给了你一个安居的地方。再者，作为一个丈夫，我甚至还允许你出轨。你说你是不是欠我点什么？”接着，丈夫用带有安抚的语气说道：“其实我的要求呢很简单，就是把你那位同性伴侣带到家里，然后我们一起玩3人行游戏。”丈夫的话音刚落，妻子凯伦就直接拒绝了这个要求。她表示自己只想和桑尼独处，至于你所说的3人运动，你想都不要想。妻子的决绝让詹姆斯感觉到非常的生气还有尴尬，他对妻子大声怒吼：“你要是不答应，那以后你们2个人就别想再见面了。”而不同以往的是，这一次妻子凯伦丝毫不把丈夫的威胁放在心上，只要一有空，她就会和桑尼待在一起。一段时间后，詹姆斯就认为停止这一切的最好办法就是搬离这个小镇。他知道妻子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只要用孩子作为筹码，自己就能困住妻子，隔断他和亲人的来往。后来詹姆斯就开始寻找其他地方的工作机会。一段时间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的一个公共管理部门就接受了他的简历还有求职。虽然新岗位的待遇比不上原来的岗位，但是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詹姆斯是完全不介意。2008年6月时，詹姆斯就带着全家人搬到了新住所，他希望一切都能够恢复正常。此时，妻子凯伦和他情人桑尼相距有700多英里，他认为妻子很快就会和桑尼一刀两断，因为不是谁都能够忍受得了异地恋。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凯伦和桑尼还继续保持着联系，短信、电话、邮件，2个人还经常偷偷见面一起玩耍。也因为这件事情，詹姆斯和妻子凯伦陷入了长时间的冷战。有时候就算他成功把妻子推倒在床，
可妻子从头到尾都是一声不吭，一动不动。2008年12月31号，为了庆祝跨年夜，詹姆斯带着家人回到了韦瑟福德市参加派对。他以前的许多邻居也参加了派对，包括妻子的同性情人桑尼。而在派对期间，有些客人看到桑尼和凯伦两人的行为明显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朋友关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凯伦和桑尼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此时的詹姆斯还以为周围人都不知道，直到有人委婉地提醒他后，他才感到无比的羞愧。派对之上，詹姆斯直接和妻子大吵起来，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凯伦被丈夫用力推了一下，导致她的头直接撞到了墙上。原本是喜庆的跨年夜，却临时插播了詹姆斯夫妇的闹剧，每个人都在议论着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新的一年还没有到来，已经无比风光的詹姆斯夫妇就亲自给邻居送上了一个年度大瓜。几天后，再也无法忍受丈夫行为的凯伦就正式提出了离婚诉讼。看到妻子铁了心，詹姆斯有点后悔和害怕，因为以前妻子对自己都是百依百顺，可现在妻子的行为却完全逃脱了自己的掌控。詹姆斯打电话给妻子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劝妻子不要和自己离婚。而在得知詹姆斯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后，凯伦的情人桑尼实在看不下去了。2009年1月26号这天，他就给詹姆斯发了一封邮件。在信件中，他这样写道：詹姆斯，你不能强迫、恐吓还有羞辱你妻子，尤其是像昨天你做的事情，你已经深深伤害了她，她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爱你了。凯伦现在之所以还会同意和你住在一起，是因为她不想伤害孩子，她知道一个完整家庭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你和凯伦婚姻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你这位曾经深爱你的妻子现在已经不爱你了。而桑尼之所以会写这封邮件，主要目的是想劝詹姆斯放手，把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困在你手中的牢笼里，你是永远得不到快乐的。而面对桑尼有点咄咄逼人的口气，詹姆斯可以说是一肚子火。2个月后，情况进一步恶化，詹姆斯和妻子的争吵直接就变成了肢体上的冲突。期间，詹姆斯还被警方逮捕。他告诉警方，自己呢其实是想给妻子一个幸福的拥抱，但是凯伦直接就反驳说：来，看看我身上的淤青，你那叫幸福的拥抱吗？你这种人配有幸福吗？看到丈夫一直不肯认错，凯伦直接带着孩子从家里搬到了外面。几乎是一夜之间，詹姆斯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他变得越发的暴躁还有反常。2个女儿告诉他，他们已经接受了母亲的同性情人桑尼，并且为母亲的决绝感到高兴。听到这话，詹姆斯觉得自己被2个女儿彻底背叛，他不想再与2个女儿有任何关系，只想见到儿子。和妻子分居后，詹姆斯开始跟踪还有监视妻子，甚至趁着妻子不在家时，偷偷进入她的住所安装针孔摄像头，并且偷偷查看妻子和别人的邮件往来。除了这些事情，暴躁的詹姆斯还经常割破妻子轿车的轮胎，扯断妻子住所外面的电话线。因为这些事情，詹姆斯是越来越没心思工作，一次又一次在上班期间擅离职守，最后直接被上司炒了鱿鱼。而在与妻子分居期间，詹姆斯每个月都得支付$3000的抚养费，这对失去工作的他来说确实是笔不小的支出。而为了省钱，他直接搬到自己父母住所和他们住在一起。2009年感恩节时，凯伦带着同性情人桑尼以及2个女儿在姐姐家里一起度过了假期，而10岁的儿子肖恩则与他父亲詹姆斯待在一起。由于3个孩子刚好同时放假，所以凯伦就打算带他们去探望多罗西，他们89岁的外祖母。11月29号星期六这天，当地警长办公室突然接到报警，有个民众说看到有个男司机严重超速行驶，而且离开前一直偷偷摸摸，看起来很像是小偷。而在接到这个电话的几分钟之后，警长又接到了一个电话。不过这一次他听到的事情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一个10几岁的男孩报警求助，说自己祖母家里发生了枪击。电话中男孩的语气非常惊慌。来到现场后，探员走进了房屋，他们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89岁的多罗西。
当时他躺在厨房地板上，身旁还有大片血迹，不难看出他遭遇了多次枪击。虽然他还活着，但与死神的距离只剩下一口气。他告诉探员，这一切都是女婿詹姆斯干的。而接着在餐厅里，探员发现了凯伦，他同样遭遇到了枪击，而在探员赶到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18岁的女儿艾米丽则被发现躺在客厅的沙发后面，她也被枪杀身亡。随后探员听到楼上传来了微弱的求救声，是凯伦另外一个女儿劳伦。劳伦挣扎着说道，开枪的人是我的父亲詹姆斯。这医护人员第一时间把劳伦送到了医院，可最终还是抢救无效。一屋四命，89岁的丈母娘，44岁的妻子，2个18岁和16岁的女儿，全都惨遭詹姆斯的射杀，而唯一活下来的只有他10岁的儿子，因为儿子没有离开他和妻子住在一起。随后，小镇警方马上发布了对詹姆斯的通缉令。很快，一位市民就注意到，有人在郊外突然抛弃了自己的车辆，然后沿着空无一人的道路上拼命逃跑。靠着这位市民提供的线索，警方就很快找到了涉事车辆，就是邻居们之前看到的那辆超速行驶的车，而司机正好是詹姆斯。在车辆里面，警方发现了弹药，还有一个背包。背包里面装有肥皂、毛巾、纸巾、棉球，还有一些罐装食品。事情传开后，大家怎么也不敢相信，詹姆斯居然会对自己家人下如此毒手。8个小时后，他被警方成功逮捕。当时是早上7点左右，詹姆斯在路边徘徊，整个人无比困惑和失落。他知道，纵使天大地大，可自己也是绝对逃不掉的，所以一看到警员时，他就举起双手投降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随后他被警方以蓄意谋杀罪还有盗窃罪等罪名被控告，保释金呢被设定为1000万美元。在2010年12月，针对此案，当地法院就召开了第一次庭审。詹姆斯以精神失常为由作为辩护，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对抗死刑的辩护策略。按照美国的法律，只要证明我有精神病，那我就可以减罪。詹姆斯的辩护律师称，妻子的出轨、工作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詹姆斯精神崩溃，最后形成精神病。而检方则认为，虽然詹姆斯的确患有抑郁症，但这绝不代表他可以杀人，更不代表他可以因此脱罪。纵观整个作案过程，詹姆斯的神志都非常的清晰，他甚至还提前准备了藏匿以后的生活物品，他明显就是提前计划好了这一切。检方表示，詹姆斯没有杀儿子肖恩，就表明他在案发现场的所有行为都是有清晰意识的决定，根本就不是精神病发作。法庭之上，他的儿子肖恩也作证说，我爸爸一走进门就开枪射杀了我妈妈，他那双无情的眼神，我至今都无法忘记。2011年8月25号，陪审团就达成一致裁决，不采纳詹姆斯的精神失常辩护，判处他蓄意谋杀罪成立。这意味着他将面临死刑或者无期徒刑。詹姆斯的小儿子肖恩表示，我不希望我爸爸会被判死刑，因为这对我祖父祖母来说会很难过。我不想在这之后彻底失去全部的家人。他面对一个冷血无情的父亲，与其说肖恩这番话是在为父亲求情，不如说这是肖恩对完整家庭的渴望。只可惜他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愿望，却被他父亲那双沾满鲜血的手直接毁掉。由于罪行非常恶劣，所以法院最终还是判处了詹姆斯死刑。就整件事情来说，妻子凯伦也确实存在过错，她确实在婚姻期间和别人保持不正当关系，但是造成她出轨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的丈夫，一个有着极强控制欲还有占有欲的男人。其实婚姻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需要夫妻2人共同经营。有时候牵手是一种幸福，而放手也是一种幸福。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